在古老的黄历中，2026到2027年是一个火势旺、动荡多的年份，福祸转换往往只在一瞬间。古语云：“太岁当头坐，无福恐有祸。”越是慌乱之年，越需要稳定，安住正念。哪怕一份吉祥祝福随身而行，那就是一份最关键的护佑。赤马红羊节，天地所应的吉祥色：蓝、绿、黑。祖母绿为世界4大宝石之一，自被发现起，人们便相信祖母绿可驱邪避害，抵御不祥，常被制成护身符、宗教圣物、王冠宝石。它拥有强大的吸引力磁场，能汇聚吉祥能量，安神定气，护身辟邪，保佑平安，帮助佩戴者实现愿望，心想事成。菩提禅修学院在2026年推出祖母绿系列，经金菩提宗师殊胜大加持，此宝物尤其适合赤马红羊年犯太岁的属相佩戴，护佑有缘之人，避大灾，延寿命，消灾除恶，身心清净光明，吉祥平安。这个罕见宝石翠绿凝润，晶莹通透，蕴藏着源源不断的生命能量，具有极强的疗愈能量，帮助舒缓压力，安定中枢神经，增强心脏能量与生命力。菩提祖母绿，守护您吉祥平安，心想事成。亲爱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菩提禅修学院的直播间。那亚洲时间的今天，北美时间的明天，就是2026年的父亲节了啊。那我们在此呢，也祝福天下的父亲节日快乐，同时也恭祝我们敬爱的师父金菩提宗师节日快乐。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和大家一起欣赏一件金菩提宗师珍藏多年的碧玉佛宝珍品哈，那就是这一件青乾隆碧玉描金罗汉插瓶哈，那是在我们现场摆放的这一件。那清朝的乾隆皇帝呢，被称为中国古代帝王爱玉的第一人哈。那故宫所藏的3万多件玉器当中，有1半以上都是乾隆皇帝的藏品。乾隆皇帝呢也非常喜欢碧玉哈，因为它这个沉稳浓郁的绿色呢，深得这个乾隆皇帝的喜欢啊。那他认为这种沉稳的绿色呢，也代表了天朝威仪和皇帝的权威哈。所以呢，他在他的这个玉器藏品当中，碧玉呢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位。在乾隆皇帝24年1759年，他平定西域之后呢，新疆和田还有马纳斯的这样的大量的碧玉的这样矿藏就大量的进贡到了清朝皇宫之内。因此呢，也促成了这个宫廷玉器制造的这样一个鼎盛时期哈。那乾隆皇帝因为喜爱这个碧玉呢，还特别下令查禁了这个碧玉的私运哈。所以在民间任何私人去采挖贩运还有持有这样的优质碧玉呢，在当时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哈。那乾隆皇帝拥有了这样大量的碧玉之后呢，生产和制作了大量的这样的非常珍贵的碧玉雕琢成的宝玺碧玉宝玺例如有非常著名的古稀天子之宝，还有八珍茂念之宝，以及太上皇帝之宝哈。那我们在图片当中看到的这件太上皇帝之宝呢，上面也有描金镌刻的这样的一些皇帝御制的诗文哈。那这也是
乾隆皇帝的这样一个兴趣爱好之一啊，他经常将自身的这种文人雅趣注入到碧玉玉器的这样的设计和制作当中啊。那故宫典藏的有很多大量的这样的碧玉的工艺品，比如说山子，碧玉的山子啊，还有碧玉的笔筒啊，以及这个碧玉的玉册啊，上面都留有乾隆皇帝命人镌刻的大量的这样的玉制的诗文，还有题款，以作纪念哈。那我们重点给大家呢介绍一下碧玉玉册哈。那玉册呢是古代册书的一种，那通常呢是要将这个玉石呢打磨成薄片然后再将重要的这个书文镌刻上去用来记载历史上重要的这样的事件，例如皇帝祷告祭祀告天包括封分尊号等等这样的重大的历史事件。那到了乾隆朝时期呢，由于他对这个玉石玉册的这样的喜爱那他常常喜欢把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包括他的玉制的诗文，还有佛经等等，制作成玉册用于收集哈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件碧玉描金罗汉插屏呢，其实原来是属于一部16应真罗汉赞的这样一部玉册当中的一页哈。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一页碧玉玉册的这个精美的这样的一个展现哈。那我们的这一件碧玉描金罗汉插屏呢，是清朝皇宫的这样一个宫廷作品哈。那它的这个底座呢，是我们后来给它加上去的用于陈设和展示哈因此呢，它现在也可以作为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插屏或者叫桌屏来使用。那它这一块碧玉的玉质呢，非常的细腻温润哈。那颜色呢也非常的浓郁翠绿哈。同时它这个本身的这个玉石的纹路呢是非常的这样的优美哈就是它本身的这样天然的这样的纹路就好像静水深流的这样的一个美丽动人的这样一幅画一样对，那它同时呢在这个碧玉的上面呢，还在零零星星的散布着一些黑色的墨点那这个呢是非常典型的和田碧玉的这样的一个特征也证实了它这个天然的这样的属性哈。那这样一块莹润有光的碧玉呢，再搭配它前面这个非常精美的这样的描金工艺呢，整个作品就显得非常的尊贵和富丽华贵那在这个玉叶的正面英文镌刻的呢，是一尊罗汉尊者的形象哈那它呢是16罗汉当中的第5位尊者巴扎里卜达腊尊者哈那在这个简单笔画的勾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这尊罗汉双目有神哈气势独具那这个碧玉上面镌刻的这个文字部分呢是乾隆皇帝为16罗汉所撰写的这样的一个玉制的赞语那这个文字呢是以馆阁体楷书来镌刻的哈。对雕刻的技法呢非常的细腻流畅在富丽华贵当中呢又不失典雅整个这个作品呢都是展现了非常浓厚的这样的清朝皇宫的艺术气息哈。那我们现在呢就来介绍一下这一件作品上的主人公他呢是16罗汉当中位列第5的巴扎里卜达腊尊者哈。那他的英文名呢叫做 Vajraputra 对它还有一种这个中文的音译呢，叫做伐哲罗福多罗那在梵语当中呢，它的名字的意思叫做金刚之子
那在清朝皇宫呢，乾隆皇帝为他修订这个音译的这个名字为拔杂里卜达腊哈，那这个乾隆皇帝预定的这个名字呢，也是我们这件碧玉作品上的这样的一个镌刻的尊名哈，那根据佛经的记载呢，这尊罗汉曾经发愿常住世间，守护佛法哈，那这个乾隆皇帝就是为这个16罗汉重新更定这个名字的这个缘起呢，是在乾隆丁丑年1757年啊，乾隆皇帝南巡到杭州的圣音寺的时候，观看了唐代的这样的一个画僧贯休和尚所做的16应真像哈，那应真呢就是罗汉的意思哈，也是中文的另外一个译名，那他们的造型呢都非常的超凡脱俗啊，乾隆皇帝十分的赞赏同时呢也是赞叹不已哈，因为历史上呢分别有16罗汉之说，还有18罗汉之说哈，那我们现代人更熟悉的可能是18罗汉啊，那16罗汉呢，通常认为它的来源是藏传佛教的一个认定，因此呢，这个就是乾隆皇帝就非常的感兴趣哈，在18罗汉的这个体系当中呢，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位拔杂里卜达腊尊者呢，他的名字呢是伐哲罗福多罗尊者哈，位列第8哈，那在现代人的印象当中呢，他就是非常有名的孝师罗汉哈，孝师罗汉呢，就是他身边常常跟随着一只小狮子哈，那被他的这个修行和觉悟所感动哈，时常跟随这个尊者来修行，那关于16罗汉与18罗汉的这样的说法呢，乾隆皇帝呢曾经以此专门请教过当时的国师张家国师哈，并且呢皇帝还亲自的去考证并且根据佛经的记载重新整理确定了16罗汉的这个这个次序还有尊名，同时呢他撰写了整整一套这样的御制罗汉赞给这16位尊者哈，那我们这件佛宝上的这个名号和次序，还有这个镌刻的这个尊者形象呢，就是按照乾隆皇帝对这个16罗汉的认知来制作和更定的哈，那我们在刚才的这个表格当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哈，原来这个这尊罗汉呢是位列第8的伐哲罗福多罗尊者那乾隆皇帝给他更改次序为位列第5那尊名呢更改为拔杂里卜达腊尊者哈，好，那乾隆皇帝对这个的研究呢可谓是孜孜不倦哈，在他比较后期的时候呢，他又对这个罗汉的这个次序还有他们的尊名进行过一轮修正那包括后世的研究呢，也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观点。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不赘述了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查阅更多的资料哈。那我们下面呢就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件碧玉佛宝上面所镌刻的这个文字哈。那这个文字呢，就是乾隆御制的这个16罗汉赞词那它这个上面呢是给第5位罗汉拔杂里卜达腊尊者的赞词那这个赞词说呀，遥劳其面，临近其身，终有相好，熟识此音，以经至地，参学士气，佛尚不居，而况非佛。那这个赞诗呢是收录在这个《四库全书本》御制文初集的第29卷当中的哈。那我们也查询了一些资料，在这里呢给大家粗解一下这个赞诗的意思哈。那第一句呢叫做遥劳其面，临近其身哈。那这句话的意思呢
是形容这个罗汉的头颅高长，鼻子高耸，眼窝深陷的这样的样貌是形容这个罗汉面相奇特同时呢，他瘦骨嶙峋骨骼清奇的这样的面相和身相他这样的形象呢，就好像这个唐代画僧贯修画风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奇骨的面相贯修和尚的这个真迹呢在历史上也多有争议那我们这里给大家展示的版本呢，左边是麻布本，右边呢是日本高台寺的这样一个版本对，那真的是配得上摇劳其面，临近其身这样的赞词了赞词的第二句呢是说中有相好孰识此因。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罗汉呢，他并非具有就是我们世俗常认为的这样圆满富贵的面相那他这个呢是属于是奇相但是其中呢却蕴含着庄严和相好但是谁能够参透这样相貌背后的因果呢？那第三句呢是说以经至地，参学士气。那这句话呢是说罗汉将佛经抛置于地上那寓意着破除了文字的执着那至此呢，他参禅学佛的这样的修行也圆满了那这一句赞词呢，也是展示了这个罗汉的在这个作品上的一个画像那他的整个这个动作和画面的构图，就是展示这样一个以经至地参学士气的这样一个状态和形象那最后一句佛尚不居，而况非佛的意思是呢连佛陀都不执着于这样的表象和果位，更何况是并非佛的罗汉或者是凡人呢？那整首赞诗呢它的核心在于表达禅宗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这样的思想强调修行呢应该超越经文和外在的表象达到彻底的放下和洒脱那透过这首赞词呢我们可以窥见乾隆皇帝对佛教的这样的探究可见一斑那乾隆皇帝对罗汉题材的喜爱呢，还不仅仅止步于此那他曾命丁关鹏、姚文翰等等宫廷画师创作了大量的这样的罗汉画那大部分呢是仿照这个唐代画僧贯修的这样的一个笔法和这样的形象来绘制的那我们这个屏幕上的呢就是清代宫廷画师丁关鹏的这样一个作品那不仅仅于此呢，乾隆皇帝还将这些罗汉的画像还有已经预制的这个赞诗镌刻还有善写在清宫大量的这样的文物当中那这些文物呢包括但是不限于绘画、拓片唐卡、缂丝那缂丝呢就是一种顶级的丝绸的作品还有固绣、墨、玉石、沉香、文竹、木根等等把它制作成山子、插屏、玉册等各种各样的形式那我们就挑选一些来给大家一起欣赏一下。那画面当中现在的呢，这一个是一整套的这个16印真墨这个墨呢就是文房四宝当中笔墨纸砚的墨那他乾隆皇帝呢就是制作了这样一整套的16印真套墨收纳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锦盒里面那左面的图呢是这个墨块的正面是刻画的这个尊者的尊名还有他们的形象。那背面呢是描金书写了这个预制的赞诗那我们从中呢也特别挑选了第5位尊者
巴扎里卜达腊尊者的这块墨来给大家欣赏一下哈。那它上面这个就非常清楚地记载了这个乾隆皇帝将原本位列第8的伐哲罗福多罗尊者更定为位列第5的巴扎里卜达腊尊者哈。那如果我们放大一点这个墨的这个形象去观察呢，可以看到这个尊者的形象其实和我们这一件碧玉插屏上面的形象是符合和一致的哈。对，它也是这样一个以经质地参学士气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在这里。对，那这一块墨的背面呢，就是乾隆皇帝给这位尊者的一个御诗了哈。对，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一首乾隆皇帝御制的赞诗哈。那除了这样的墨呢，我们还有罗汉题材的这样的丝绣的画册哈。那现在的屏幕上的这一个呢，就是清代清秀碧园书御制16罗汉赞这样的一个册子哈。对，那这一页呢，我们也是挑选了第5位尊者的这样一个部分来跟大家一起欣赏哈。那左边呢就是乾隆认定的这位尊者的形象同样也是已经质地参学士气的这样的一个画面。那右面呢是以篆书书写的这样乾隆皇帝的御制赞词哈。对。当然呢，这个罗汉题材的作品呢，还包括了碧玉的插屏。对。那我们找到一款清乾隆御制和田碧玉描金御制诗文罗汉插屏哈。那就是我们画面当中的这一件对，也是阴刻填金的这样的工艺哈，非常的富丽堂皇。那我们特别要给大家介绍的呢，是一个非常稀罕的一整套的这样清乾隆御制16罗汉赞的御册哈。那这一套宝物呢，是2017年北京保利秋拍与共专场所呈现的这样一套拍品。那当时呢是以非常震撼的1725万人民币，相当于呢是246万美金的价格成交的哈。那当时呢在当年成为了这个玉石系列当中的榜眼就是第2高的这样的成交价格那故宫收藏的这个16印针或者说叫16罗汉的御册呢，大约可能有10几部。那使用的材质包括了白玉、青玉、碧玉等等哈。那拍卖场上的这一套呢，是属于流散在民间的难得一见的这样完整的全套作品哈。对。那这样的御册呢，它也有装帧成这个书籍哈，保存的也是非常的完善完好。对。那我们今天在现场展示的这一件呢，金菩提宗师珍藏的这一件佛宝应当也是某一部乾隆皇宫最后流散在民间的一套16罗汉赞的御册当中的其中一页。对。那罗汉呢，在韩文当中叫 arhat 那罗汉呢是这个梵文的这样的一个中文音译，阿罗汉的简称那在中文当中呢，它也被译作了应真或者又称尊者。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属于小乘佛教当中修行的最高果位那罗汉呢，受佛陀的嘱托常住世间，守护佛法，得一切世间和诸天人的供养。那金菩提宗师呢，曾经给我们开示说，
罗汉的境界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达到的。那罗汉呢，因为他达到了无欲无求、清净无染的这样的境界，所以呢，他神通广大哈。那我们凡人如果供养罗汉，会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呢？那供养罗汉呢，会得到健康长寿，消灾灭难、吉祥平安哈。那这一件传世的碧玉罗汉玉瓶呢，有幸也有缘得到了金菩提宗师的收藏哈。那这件宝物呢，与其他在博物馆里面收藏的这样的文物就更有了这样的与众不同的神圣使命哈。那师父说佛宝利生哈那是因为这一件宝物呢，这一件佛宝承载了师父利益众生的慈悲宏愿以及强大的这样的加持力哈，使得这件宝物呢，具有了镇宅化煞、辟邪消灾、吉祥护佑、启发灵性这样的妙用哈，神奇妙用。那我们的有缘迎请者呢，可以将它供在这个佛台上，会得到佛光护佑、吉祥平安哈。对，就可以跟我们的佛像一起在佛台上进行供奉。那同时呢，因为我们给它新配的这样的底座和展示的陈列形式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插屏的一个风水宝物哈。那插屏呢，在传统的风水学当中，是相当于小型的隐蔽哈。那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藏风聚气还有一个就是阻挡煞气哈。它呢能够通过改变这个气流还有能量的这个运行轨迹，化解直冲的这样的一个负面能量。同时呢，就是保护我们这个居家的这样的能量磁场稳固这个风水的能量哈。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呢，这一件这个碧玉的插屏可以帮助我们化解一种叫做穿堂煞的这样的一个风水的问题哈。那如果在这个建筑的布局当中呢，这个大门是直接对着后门，或者是直接对着这个阳台和窗户的话呢，在这个空间当中就会形成一种穿堂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这个问题呢，就是会导致漏财漏气哈。对。那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碧玉的屏风呢，这样一个碧玉的插屏摆放在这个玄关玄关的位置哈，就可以阻挡这个能量直接穿透对。达到一个藏风聚气的这样的效果也是化解这样一种冲煞的能量哈。那我们虽然这个插屏体积小呢，但是它的能量是很大的哈。那菩提法宝给我们的护佑，常常都是以这样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哈，将一个巨大的这样的冲煞用一个小小的法宝化于无形哈。那同时呢，这一件插屏还是碧玉材质的那在赤马红阳年呢，我们的绿色的碧玉也是化解这个大火能量过旺的这样火煞的一个风水的宝物哈。是一件能量非常巨大的风水的宝物。那和田碧玉呢，是一种历史非常悠久的玉石哈，它的质地呢非常的细腻色泽温润，颜色呢是以这样的菠菜绿为上等的哈。那我们佩戴和田碧玉呢，可以帮助我们化解邪气，护佑吉祥平安。同时它的绿色呢，在五行当中是属于木的哈。所以呢，对肝脏的健康会有帮助可以帮助我们清肝明目。同时呢，平衡人体的阴阳。还有调节气血，疏通血脉。养心润肺，增强免疫力哈。那相比于翡翠的清凉水透呢，我
我们的和田玉会更加的温润养人哈，就是它的能量不是那种比较寒或者是凉的能量啊，可以说是触手升温哈，所以即使是体弱或者是体寒的这样的人群呢，也能够长期佩戴啊，用来养生，用来这个护佑哈，对那我们也给大家呢就是看一下我们这个禅修商店的其他的碧玉的宝贝哈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哈，从皇家这个碧玉从皇家垄断的这样的矿藏变成了可以就是我们寻常百姓也可以收藏迎请佩戴的这样的养生之宝啊，那我们首先给大家看的就是我们的碧玉的平安扣哈，那这个呢也是一经上架就在我们的禅修商店非常受欢迎哈，那我们现在也是有很少的这样的量可以供大家迎请了，那这样圆形的形状呢，就是代表着车轮综合的代表的就是交通上的安全哈，所以在赤马红羊年佩戴这样一块绿色的碧玉平安扣呢，能护佑我们出入平安吉祥如意哈，那再有一个我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现场的这一条和田碧玉的项链哈，那它的这个就是米数呢是8米的这样的一个尺寸那我们这个项链的背面呢，也是使用了925银质的这样的龙虾扣给大家做成这样的一个非常精美的这样的项链佩戴哈，那像这样一个项链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宝物，无论是在日常佩戴还是出席重要的场合哈，都是给我们添加增强一份魅力还有这种能量的加持，那除了这样的项链之外呢，我们还有就是更高等级的这样的和田玉的这样的108念珠哈，对，那它的这个玉质呢就更加的均匀，然后它的颜色呢也更加的透亮哈，那这个隔珠以及佛头的这个装饰呢，我们是使用了南红玛瑙的哈，对。那这样一串念珠，如果我们佩戴，或者是拿来念佛呢，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修行的辅助，还有修行的提醒哈，那如果你迎请了一套非常喜欢的念珠呢，就会常常把它带在身边，常常会记得去念佛和修行哈，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样非常精美的玉佩哈，那这样呢是一块弥勒佛的这样的菠菜绿的和田碧玉的挂坠那上面呢是镶嵌了这个18K 玫瑰金的这样的一个金扣哈，那您可以穿绳佩戴也可以搭配这个金项链一起佩戴哈，对，那就是非常高贵、非常典雅的这样一个装饰，同时呢，也是最吉祥和殊胜的这样一份护佑哈，非常美丽的这样的色泽还有非常温润的玉质哈，对，同时呢，如果您喜欢手把件的话，我们还有一些非常可爱和精巧的手把件，碧玉的手把件哈，我们这里呢有大号和小号的貔貅对那这个呢可以时常在手里把玩同时携带在身上呢，也是给我们增强了一份护佑的能量哈，那我们的手把件呢还有一款龙龟的这样的碧玉手把件，还有非常明显的这个碧玉的特点哈，有这个黑色的墨点，对，那这些手把件呢，都是以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
再和大家结缘哈。那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得到师父加持的这样的吉祥宝物哈。那我们禅修商店的所有的这个碧玉的法宝碧玉的法物呢，都是得到了净菩提宗师的慈悲加持，具有非常殊胜的吉祥护佑的能量同时呢，也散发着慈悲吉祥的金色佛光哈。对，希望有缘的您可以得到一件属于自己的碧玉法宝哈。那我们今天的直播的主要的内容呢，基本上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那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也做一下广而告之的这样的一个消息给大家那我们菩提禅修学院网站上的还愿灯已经上线开通了哈。那如果已经听过净菩提宗师今天直播的朋友们呢，很多已经纷纷在网上去点还愿灯了那如果您还没有听的话呢，就欢迎赶紧去把这一课重要的一课来补上哈。以灯传心，感念佛恩，真诚还愿，可以得福德长存哈。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直播内容呢，请您点赞分享、转发、推荐给亲朋好友那我们下一期直播呢，会在北美温哥华时间7月4号周六下午的6点哈那亚洲台北时间呢，是2026年7月5号周日上午的9点。感谢大家，我们下一期直播再见。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